大家好，我是超级小马，一个专注于给对象拍照的摄影师。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这么一组我在去年拍摄的透明蓝扫音的拍摄思路。希望呢能够通过这个视频给大家在接下来的樱花季呢提供一个灵感。那么老规矩，本期的调色参数呢也会放在视频的最末尾，欢迎大家去使用参考。那其实这组照片它的前期拍摄思路真的非常简单，简单到我认为呢可能最重要的点就只有一个，但是这个点过于重要，以至于我可能要告诉你3遍，那就是使用晴天的自然光，自然光，自然光。那在视频的开头呢，我已经给大家展示了3张有光线的照片，在今天这么一种调色的方法之下，它最后的成片效果是怎么样的。那接下来呢，我会跟大家展示一张没有光线的照片，我们用同样的调色方法，看看它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大家请看。那么看完这样一个对比，大家是不是就明白了？光线就是这样一个调色方法它所成立的必要条件。那么我这组照片呢是拍摄于下午4点，那大家也可以选差不多相似的时间段去拍摄。那只要你使用的是自然光，我觉得大概率是可以复刻我这么一组照片的感觉的。前期我们就讲到这里，重点就是自然光。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后期的调色思路。接下来呢就是后期调色。那我们这次使用到的软件呢也是 Adobe Lightroom。我们的目标风格其实应该是属于日系亮调调色的一种风格。这里我们首先调整一下白平衡，让画面稍微偏暖一点，然后再向品红偏移一点，让樱花的颜色更突出一点。我个人对日系亮调调色的理解是什么呢？4个字：过而不爆。简单来讲呢，就是在提高曝光度，让画面达到过曝的同时，通过降低高光消除过曝区域，从而营造出了这样一种亮调的氛围。具体我们来操作一下。首先提高曝光度 OK， 点击直方图这里右上角的小三角形之后呢，画面就会出现一些被红色标记的区域，这些区域就是过曝的区域。同理，左边的这个小三角形的作用就是提示画面中有没有过于黑的部分。我们可以降低曝光来看看，头发上出现了蓝色，对吧？这就是提示这里的区域过于黑了，让我们恢复曝光到刚才过曝的位置。整体提亮之后呢，现在感觉画面的对比度稍微有点低，这里轻微的增加一点。好，接下来让我们降低高光。大家看，其实只是进行了这样的调整之后，这张照片的氛围感是不是就已经出来了？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大概知道高光和阴影该往哪个方向处理。但让大家感到困惑的可能是，我具体应该调多少才合适啊？这个问题，我推荐的方法是找画面中的参照物。我个人的诀窍是高光看人脸，阴影看头发。我在调整阴影的时候，主要看的是头发的细节恢复情况，我会在细节刚恢复的位置停手。让我们继续。那白色色阶这里往右就又过曝了，现在其实画面的高光区域已经看起来很 OK 了，这里就轻微的降低一点点吧。黑色色阶这里呢，我选择的处理是通过往左调，将头发最暗的部分压制信息缺失，这样可以凸显出头发的层次感，在观感上呢也会更自然一点。这里呢这些提示稍微有点影响观看的，我就先关闭了。接下来大家可以看到，我这张照片它非常的锐，细节非常的清晰。我的操作呢是通过降低纹理和清晰度，让我们的画面变得模糊，引导观众忽略细节，从而更多的关注整体的氛围感。在清晰度这里呢，我降的呢是非常夸张的，这个具体降多少，大家还请根据自己的照片的锐度来决定。去朦胧，这里减少一点，增加点朦胧的感觉。那现在这个照片有一个小问题是什么呢？由于我们降低了太多的清晰度，导致这个人它太模糊了，所以我们这里先建立一个蒙版恢复一下。这张图居然还不能识别到人物，那没有关系，我们用主题这个蒙版也是一样的。选择主题后，我们再通过画笔工具把没有被识别到的人像部分给添加进来。之后我们恢复人物的清晰度。这样的操作之后呢，这张照片的主体是不是一下就突出了，且画面中又是一种朦胧的感觉？其实这个操作就是我处理强光笔照片时候的小诀窍。接下来提高鲜艳度，降低饱和度，平衡画面色彩的饱和度的常规操作。然后我们看看目前为止的对比，基本上这张图的大方向的氛围感在基本面板这里我们就已经打造好了。我们来到校准，对画面中的色彩进行日系摄影中常见的清橙色调的偏色操作。具体的操作就是红原色和绿原色往右移动，蓝原色向左移动，同时提高红原色的饱和度，
降低绿蓝原色的饱和度，进一步的强调冷暖对比。接下来来到曲线，这张图的曲线部分我们就处理的简单一点，我们只调整这根控制影调的曲线，通过将最左最右的2个锚点上移和下移，然后恢复一下其他区域的影调，来模仿一种胶片的质感。另外呢，这里有一个小秘诀，点击调整左边的这个工具，然后选择画面中的区域，这样呢，你想调整的部分的锚点就出现在了曲线上。比如说这里我们选择了皮肤，然后对应的曲线上就出现了能影响皮肤的锚点。大家平时也可以试试这个工具啊。那我们这里呢，再进一步的细调一下这个曲线。OK， 让我们看看这一步前后的对比，其实主要就是头发变灰了一点。然后我们来到具体颜色的调整。对于人像作品呢，我首先处理的永远会是皮肤的颜色。这张图为了配合樱花的颜色氛围，我这里把人的皮肤也往橙色偏移，之后降低饱和度，提高明度，让人物的皮肤变得更通透。然后我们就依次调整画面中占比从大到小的颜色。首先是樱花，这里主要是红色色相控制，那通过向橙色偏移，让樱花看起来更粉，同时也和人物皮肤的颜色相协调。增加点饱和度，突出樱花。这个明度呢，其实左右都还可以啦，但我个人的偏好呢是稍微沉稳一点的颜色，所以我的处理呢是稍微降低一点点红色的明度。接下来是天空，浅绿色其实在这张图里对天空的影响很小，这里就随便移动一下就可以了。那天空呈现青色是日系照片中非常常见的，所以我们把蓝色色相往左移动，也就是往青色偏移，之后再降低点蓝色的饱和度和明度，让它在画面中不要那么突出，从而更好的衬托樱花。这张图里的紫色和洋红呢，主要是影响了樱花边缘区域的一些颜色。其实这部分对画面的影响很小，我们就简单的降低一下饱和度，处理一下就 OK。接下来是这个画面的杂色，黄色和绿色。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主要就是人物后面的这一块区域。我的处理方式在这张图里面是非常极端的。我通过将黄色和绿色色相都往左移动，直接消除画面中的黄绿色，然后再调整一下饱和度和明度，让这个部分的颜色看起来和樱花更和谐统一。OK， 那这里的操作就是这样，让我们看看前后对比。接下来我们来到颜色分级，我个人的习惯是先把混合和平衡往右拉满，然后这张图呢，我们就进一步的加强青橙色调的感觉，所以这里就直接进行简单的阴影加青色、高光加黄色的操作。这一步对于这张图的影响其实真的很小，因为我们画面的完成度在这之前就已经很高了，所以微调一下即可。然后我们来做一下锐化，这里有一个小细节，如果大家直接增加锐化的数量的话，那么整个画面的细节都会非常突出，比如人脸上的一些纹理。那如果我们只想要进行边缘锐化的话，就选择这里的蒙版，然后向右移动，直到白色的区域里没有皮肤的纹理即可。接下来来到效果，这张照片呢我们就不做暗角了，因为在观感上会比较奇怪。我们做个亮角，给边缘增加点朦胧的感觉，最后增加点颗粒。那么这张图的主要部分我们就调整完了。接下来就是利用蒙版来进一步的调整局部。首先我们选中最开始的人像的蒙版，提高一点曝光，让人物更突出。然后呢，这里我用画笔把人物的边缘给选了出来，通过增加曝光、降低清晰度和降低去朦胧，给人物塑造了一种在发光的感觉。再用画笔工具把眼睛选出来，提高曝光，做一个亮眼的操作。为了进一步的突出视觉中心，我们用一个镜像渐变把中心选出来，然后增加曝光，再通过另一个镜像渐变把中心选出来，然后我们压暗它的边缘。这里要点击反向啊。之后呢，通过明亮度范围去掉人物，选出画面中的高光区域。这里降低清晰度，进一步的柔化高光。再通过颜色范围工具选出之前没有处理好的杂色区域。现在的选区呢，显然是有点不太对的。我们可以通过移动精简这个滑块来精准的选取想要调整的范围。这里呢，就进一步的调整这个区域的颜色，让它看起来更协调就可以了。
接下来的2个蒙版呢，其实就是微调一下画面的上方和下方的曝光。然后呢，我们再观察一下这张图，看看目前为止还有没有什么不和谐的地方。我个人感觉这个口红的颜色还可以把饱和度降低一点点。那么这里用画笔做个蒙版。最后再分享一个我的小技巧。一般我们在看人脸的时候，眼睛、鼻子和嘴巴的轮廓是最为重要的。眼睛我们已经处理过了，那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对鼻子和嘴巴进行同样的操作，用画笔把它们选出来。来让人物的五官看起来更立体。OK， 那到这里呢，这张图的调整就全部结束了。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这张照片的前后对比。感觉有点干啊。那上一期的视频发出之后呢，收到很多小伙伴的评论和反馈啊。那其中就有很多人说，就说我讲的好像很细致。其实有一点点惭愧，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讲的其实还不够细致。因为真的拍照，无论是从前期还是后期，有太多的细节可以跟大家分享了。但是我主要考虑的是呢，如果我在一个视频里面把一些点塞得太满啊，会让大家很难去消化吸收。所以我目前的考虑呢，就是说通过不断的出这么一种视频啊，来慢慢的跟大家讲各种各样的，就是前期拍照也好，还是后期调色也好，可能会帮助到你的一些细节。那大家如果觉得这个视频不错的话呢，还请大家多多点赞支持，谢谢大家。看拜。哎，果然好干啊。